世界值得我们奋战，美丽动人，嘿，一朵小花。大家好，我叫张玉，大家都喜欢叫我芋头。在《守望先锋》里，我为小美和秩序之光配音。你为什么会选择进入配音这个行业？其实呢，我从小就比较喜欢电视机里的那些声音，因为觉得他们都很有表现力。然后我本身呢不是很善于表达，所以就很想像他们那样，用语言呢去表达出我的喜怒哀乐。所以当我在读研究生的同时呢，就到外面去找了配音的培训班。我是在清泉培训班学的配音，然后当时刚好遇到了很好的苏百丽老师和徐敏老师，他们给了我很多很难得的机会，然后我就进入了配音行业。然后我记得我们第一天录《守望先锋》的时候，我跟导演进行了一下自我介绍，简短的交流之后呢，导演可能觉得我的英文还挺流利的，所以就问我是不是学英文的。然后我告诉他我是学化工的。然后导演当时就说真的很巧啊，因为小美她本身是一个科学家，而你呢差一点就成了科学家。所以我觉得可能虽然我中间不务正业去搞了配音，但其实我身上还是有工科女生的那种好奇和探索的劲头。我想这些也有助于我更贴近小美这个角色。在配音的过程中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吗？这次配音最大的难度应该就是因为是英文配音嘛，所以有很多语调啊，还有语调应该升还是降，然后就是重读哪些词能够加强语气，这些东西我掌握的不是特别好，所以配音的时候就觉得就经常 NG， 经常需要导演来指导我。然后我第一次配完音回到家以后就觉得怎么什么都不会配，感觉就很有挫败感，所以我就找了我以前的美语发音的书来看，然后也把自己的对白拿回家去用笔划出来，应该是升调还是降调啊，还是哪些地方应该重读啊，都做了标记，这样才能有一点点帮助。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以前都不怎么玩网络游戏的，所以说这种英雄他在战斗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心态，然后在不同的战况下他应该是什么样的语气，其实我掌握的不是很好。像以前那些游戏，比如魔兽啊、炉石啊、暗黑啊，我们配音的时候呢都是有英文的原声做参考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要去尽量模仿他的语气就可以了。但是这次因为是完全原创的角色，没有原声参考，所以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就完全要靠导演一点一点的指导。还有包括在上海暴雪那边负责配音这块的同事也给了我很多的帮助，他会用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术语向我来解释，我理解的会更快一点。那当然经过这次配音之后，我也决定要开始玩游戏，我要从守望先锋开始玩起，相信呢也会对我以后的配音有不小的帮助。游戏中的小美和秩序之光都是你配的音，那你更喜欢哪一个？我应该更喜欢小美这个角色吧，因为这个角色是完全没有形象和原声的参考，就是我们跟导演一点一点合作把它创造出来的，所以虽然说还是有很多遗憾，但是还挺有成就感的。而且《守望先锋》是我第一次玩网络游戏，我觉得小美这个角色好像动作没有那么快，而且都随时可以冰箱去回血啊，很适合我这种特别怕死的新人，所以我应该会从小美玩起。对了，我现在已经加入守望先锋了，我的 ID 是一朵小花，所以如果你们看到一个玩了很久但是还是很菜的那个小美的话，请大家手下留情，有可能就是我哈。然后秩序之光呢，我觉得他的技能也很酷，所以等我熟悉一点之后，我也会玩他的。在游戏的过程中听到自己的配音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感觉特别的奇妙，因为是自己的声音，不管英文还是中文都是自己的声音，而且想一下，全球的玩家都有可能会听到，那种感觉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呢，玩的时候偶尔就会分心，比如说你听到哪一句对白可能录的不是太好，
你就会想，哎呀，要是我怎么样录，会不会更好一点呢？就会有这种想法。我记得在录的时候有一句对白，我是感觉挺遗憾的，是基本上我所有录制工作的最后一句对白。那句对白是 Do you wanna build a snowman？ 这样一句对白。录完这句对白之后呢，我们就跟美国那边的连线就断掉，就收拾一下准备交货了。这个时候呢，我就看着我的对白的上一行，那句对白是You've got to let it go。 我看到这个 let it go， 我就想，哎，这会不会是导演想要玩那个 Frozen 冰雪奇缘的梗啊？就是如果我像那个小安娜一样的语气来说 Do you wanna build a snowman？ 这样的语气会不会更适合一点，更好玩一点呢？但是我当时因为已经没有办法去问导演的意见了，所以我还是要求呢，最后补录了一句。现在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听到过，我也还不知道选的是哪个版本，到现在都是一个谜。在和暴雪设计师的接触中，你觉得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呢？暴雪美国那边的工作人员，我觉得他们很棒，跟他们一起合作非常的愉快。我对他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所有人都非常的和善和有趣。我以前其实没有什么机会跟美国人跟外国人去聊天的，我就有点担心有点紧张，但是其实你跟他们聊开以后就会觉得他们都很和善，而且会给你开一些比较简单的玩笑，会问你需不需要休息啊什么的。尤其是那个配音导演，他非常的善于鼓励人。我几天的录音下来，他beautiful, amazing, lovely, cute, I love it, gorgeous, beautiful， 各种形容词他用的都不带重复的，所以说就能让你就没有一开始那么紧张了。再有就是他们所有人都非常的专业。我记得《守望先锋》好像是从去年6月还是7月就开始试音了。我们第一轮的试音呢是录了一些组织了一些人录了英文的 demo 发给美国那边听，然后他们选中之后呢，我又参与了一轮 callback 来选人，然后最后选中我的时候，当然心情非常的激动。再有就是在录制的时候，他们也是非常专业，他们有一套非常完善的流程，让你觉得不管是对白还是气声呢，都能用最高的效率去完成，不会浪费你很多的力气。他们提出呢，需要我们整个配音过程的录音，包括中间的聊天呐，包括导演指导的过程，他们都要。这个其实会增加他们的工作量的，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就是不想错过有任何闪光的点。比如说，我听到在美服的配音里面有一句 sorry sorry， 大概是这样的啊 ，sorry sorry I'm sorry sorry so sorry 这样的一句。其实这个是因为我当时在配音的时候一直配不出来那种抱歉的感觉，就一直不停的在 NG， 然后我在跟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说对不起。但是我最后就发现他们居然用了我跟他们说对不起的这个过程的录音来当做正式的版本，我觉得挺奇妙的。但是这个其实在后来配国语的时候呢，给自己挖了一个很大的坑，因为这种像灵光一现一样的这种发挥其实是很难重现的，很难做出来一样的语气。所以我现在也很想听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版本会是怎么样的。然后他们的录音工程师也是非常的专业，因为有一些英文对白呢辅音比较多，我是比较难发的，经常会连滚带爬就摔过去了。然后我记得有一句对白是比较难的一句对白，我 NG 了无数次，然后他们的录音工程师帮我把能够互补的2遍呢剪开拼到一起，拼成了完整的一条。我当时觉得非常的神奇，也非常的感谢他。如果没有他，我真的不知道要多少次才能够说好那句对白。如果你们在配音时有一些分歧，会如何去解决呢？如果是在对场景或者人物性格方面的理解有分歧的话呢，我们一般会直接听从美国那边的意见，因为这方面他们才是最清楚的嘛。但是因为在美服的语音包中呢，有一些普通话的对白，这个时候他们就会问我们有没有更好的表达方式，这句的翻译到底是不是合适。这个时候呢，我就会跟上海暴雪的同事一起想出一些更好的对白供他们参考。然后当时他们那边也刚好有一位懂中文的美国同事，然后我们就会一起选出一句最好的对白。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守望先锋的玩家们说？
守望先锋将在5月24号正式发售，快来加入我们，我在这里等着你哦！这个世界需要英雄。如果你想了解有关守望先锋的更多资讯，我推荐大家关注爱玩网守望先锋专区守望电台。这个世界值得我们奋战，这个世界值得我们奋战，美丽动人，美丽动人。嘿，一朵小花，嘿，一朵小花。